OK， 这里是2K 实验室，我是 Sting， 我是 The Griffin。我们今天来教低位在2K 其实有超多招式可以用，但是没有说每个招式都很实用。我们这集只教实用的，真的。我们先教一个低位最简单又最实用的招式——沉底部。沉底部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的低位属性你是大只的，对面是小的，如果你会用的话，是必拿的2分。好，沉底部怎么用呢？按住 L2，然后靠近篮筐的地方，然后左摇杆往你球员的后方移动，在移动的当下按正方形按一次框，它就会有一个这个动作。左摇杆往篮筐移动，然后踩，这就是沉底部。你只要用这个招式，只要对面体型比你小，或他低位防守比你的低位进攻弱的话，这招必吃，他会直接把你掰开来。你看现在画面上这个样子，LeBron低位，然后他低位防守的是凯瑞，LeBron的低位进攻一定比凯瑞的低位防守好，然后 LeBron 的身高和体型也比凯瑞大，所以你只要用这招一样是按住 L2，然后往篮筐地方推，然后推进去之后，左摇杆往 LeBron 的后脑勺推，然后按一下正方形，它就会有一个沉底部。你看它就有一个这个动作，掰。然后你看凯瑞的动作，他有个被掰开或者转掉，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上。对，你只要有出这个动画，就表示在2K 里面，这个人低位是能强吃这个低位防守者的。在2K 里面，我觉得只要你的中锋，因为通常打低位是中锋嘛，你中锋可以这样子出现这个动画吃对面中锋的话，超好打，就必吃了。你就每球给他，每球给 Zubac，每球给 Jokic， 就直接这样一直吃他，然后对面就能包夹嘛，包夹你之后，对面就空档，你传去外线到投外线，然后你就可以做很多种进攻方式。如果对面中锋就是可以用这招吃你的话，你的胜率下降50%吧，就对面怎样这招打你就好，你就会手忙脚乱，超难打的。现在呢，又有一个很强的招式呢，一样是很狗的招式，就是我们总在教狗的招式，那我们太强。这个叫做掰开它，这是我们背篮转身啦。怎么转呢？就是一样按住你的 L2。那你看我现在底角没有人嘛，那我会选择就直接往底角转，那就是你的右摇杆直接往底角转一圈，掰开它，然后就可以直接。这也是像我们刚刚讲沉底部，也是必吃的招式。必吃。好，那现在刚刚我是往底线那边转，那现在有个第二个方法，就是右摇杆往内转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往里面把它掰开它，这样子，就它有往底线或是往外转。然后你往外转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个 LeBron， 他就会出现这个，你看右手那边耍剑，20年的职业生涯还是一样。你只要出现这个动画，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认你的低位进攻者是可以打爆你这个低位防守者。对，这是第一种使用这个招式，有第二种，这就跟欧洲步一样，欧洲步有2种使用方法，这个也一样。他刚刚是动右摇杆，就是以右摇杆来选择你要往外切还是往底线切。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转身的时候放开 L2，就放开低位进攻的那个按键，然后往左边或往右边。你看，如果下往底线的话，就是按住 L2，然后放开，然后准备左摇杆往底线的地方晃，然后按住冲刺键。它就往里面切，也是一样的意思。然后再来，这是往外嘛，往外就是怎样用 LeBron， 然后一样是放开 L2，然后往篮筐那边冲，按住冲刺键。一样，看他的小手手。看 LeBron 的剑手，然后把凯瑞push，the push，the block 嘛 ，the push，the 你看他 push， 都掰开他，直接掰开他，然后直接去灌篮。对，20年的如意，老人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你看我现在 LeBron 按拉开单打，给你们3秒钟，你觉得现在场上谁是错位？我现在一看到就是卢卡是错位，因为卢卡对位就是凯瑞这样。那现在卢卡呢，他低位进攻很好，所以我会直接选择好拉过来这边按单打，然后按住我们的 L2。OK， 你看现在这样场上，我可以直接往内掰，或者往外掰都行，或直接低位，或者直接硬吃它也是可以啦。这其实就是个观念问题，就是如果你想要2K 玩好一点，就是你要一瞬间知道这个球队他的低位进攻者谁是好的，然后他的低位防守者谁是不好的，然后你要一瞬间在场上看5个人，然后知道谁是错位。像我们现在一瞬间就看出来说，卢卡拉凯瑞是错位，凯瑞比较矮，然后卢卡比较大只，卢卡打什么最稳呢？低位吃2名嘛。
所以千万不能犯蠢的错误呢，就是 Reeves 想要去打四神汤，就是你们低位要知道自己低位可以进攻的人是谁这样。像你看 Reeves 要打四神汤根本转不掉，或是 Hayes 打 Gavel 这种，你想要硬吃他，加我们的那个脚步。你看会直接被顶到外面，直接被顶到外线，对。所以你要去知道说谁低位是可以吃人的，然后谁在场上是有优势的，这是观念问题。你要先了解你用的那一队跟对面用的那一队谁的防守烂，谁的防守是好。然后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打一次试试看就知道。对，你打一次嘛，像那个巴川一定顶不住 AD 的，我们一瞬间就可以知道说 AD 是可以直接强硬吃的。你看我用撑底部随便吃，然后出现那个讨厌的用肘击人的，然后因为就被打走了。哦，所以你就要一瞬间意识到说，场上现在的球员对位优势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弱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讲后仰跳投。后仰跳投是什么呢 ？Kobe。后仰跳投怎么用呢？因为我们是建议在节奏投篮嘛，所以后仰跳投很简单，其实就是按 L2，按住 L2，然后低位嘛，然后右摇杆直接往下，其实就变后仰跳投了。然后往上甩，往上甩就是一样是节奏投篮，是节奏投篮的出手方式，就是后仰跳投。然后后仰跳投在实战中，如果你要后仰跳投用好的话，首先这个人要是会后仰跳投的。后仰跳投它在2K 属性就有这个背身后仰跳投，所以你要选定对的人去做后仰跳投，然后还有徽章。你看贝兰单打诗人，贝兰后仰跳投精华，你要有这2个，你才会用这个人去做一个后仰跳投的动作。如果建立在他那个人会后仰跳投的情况下，你要怎么提高你的后仰跳投命中率呢？很简单，你做个摆肩的动作。怎么用呢？一样按住 L2，然后右摇杆往右。如果你在篮筐右边的话，你背身就是往右。他就旁边踩一下，往前抖。我们实战的讲说，讲就是根本没什么用，但他可以，如果那个人一样是低位防守不好的话，他会他会闪一下，然后你就看到，他闪，然后场上的观众会叫，然后再这个在后仰跳投，命中率就变很高。后仰跳投还有一个进阶动作就是后仰后侧跳投，操控上面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 L2 按住的时候 R2 也按住，然后右摇杆往下。它就变垫步，你按住就有后侧步了，它这会飘更远，就是它可能更难守住。可是每个后仰后侧动作是不一样的，你需要去熟悉每个人后仰后侧动作。然后我们可以加入刚刚教的甩一下肩，所以怎样甩一下肩，然后马上按住，然后这样子甩一下肩后侧跳投，这是最增加你后仰跳投命中率的招式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分析球队，分析哪一队呢 ？NBA 的豪门球队湖人队。湖人，下一季一定很强哦。对，下一季一定很强，但这一季真的是太破了。我湖人迷嘛，直接讲啊，我湖人迷啊，我10年湖人迷，他是快艇迷，我是湖人迷。但真的是在 AD 交易前，我觉得湖人真的是 T0，就是 AD 真的太强了 ，AD 太顶。然后自从湖人被交易出去，虽然卢卡很香，但在2K 里面，我一看到那个新闻，我就想说，干完了2K 没有中锋，2K 他湖人不能用了。你摆看嘛，我看一下，就是他这个先发阵容到底是什么？怎么摆？你就看嘛，都是防守不好的，破洞，都是破洞，没有一个防守顶的，真的。POA 加中锋。就是1号位防守，2号位防守，3号位、4号位防守，全部都给他，他这是唯一可以用的人呢。啊，他在现实中超强啊！啊，但你看他的徽章，他的 2K 真的没有给他 respect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点通。那我们摆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摆？被迫要被这样摆，就这样。我们摆这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2K 或者在现实的湖人队，湖人迷应该懂，就是有3没有 D， 有 D 没有3，然后有3有 D， 然后有进攻老了，我们就是拉布朗打中锋了，一定是拉布朗打中锋，因为黑子纯实力太差了，他也被改强，但他真的太烂了啦，太烂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现实中速度很快，但是他应该要7、8吧，他应该要70几，他70几后我们就翻上来，然后所以我们1号位就一定是他嘛，一定是卢卡嘛，他可以制造很多进攻机会。在2K 的湖人就是怎样，就是我不管防守，我就打5外，我不管，拉布朗就是能守住击球就守住击球，你要给自己标准低一点，能守住就是奇迹。你要说然后2号就是好赢，只能用 Good Win， 你看只能用好赢，没有 POA 啊，他连一个徽章都没有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。72就是我的 POA 了，你标准只能放这么低了，不然那怎么办？甚至我觉得叫他上来也可以，父子同，他跟好赢对父子同，所以他跟好赢是可以交换用的，就都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就不重要。然后哈基穆拉的用意就跟卢卡一样，就是我们只能夸奖他的进攻，我们直接讲说，这次进攻好啊，这次进攻好啊，这就很好啊。然后不要问我防守，然后再来就是湖人遮羞布嘛，防守遮羞布，只能用他啊，他下一季也没了，然后反正就只能用他，就是A减 B， 哇，我现在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胡米要哭了，胡米要哭了，真的是要哭了，现在有他在，然后老汉唯一能依靠的中锋，你看这全部都是6边形战士，他206所以我们只能被他打中锋了。你看他防守。
老韩真的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对我真的觉得老布朗打中锋就是湖人队的最佳解，湖人最佳解，所以他们叉腰，你就给他叉腰吧，人家都40岁了，累死。你看笑那么开心，你就给他多休息，关怀老人，关怀老人，先发就只能这个样子了。好，那替补呢？替补，你看连先发都这么可怜的替补，我们怎么讲？先讲替补啊，替补控嘛，一定是谁嘛？一定是他啊，乡村曼巴吗？他不可能再先发啊，他不可能先发，那先发就是我们已经把防守擦掉了，你把防守撕掉之后，他就只能来打替补了。那替补 OK 啦，替补 OK 啦，因为他在我们不知道几个里面抽他抽多久了。对啊，不是好吃嘛。可他进攻算好了，他进攻算顶的，2K 有给他蛮多 respect 的。好，然后2号呢，就是跟我们刚刚一样 POA 卡托孤独营了。如果孤独营来替补的话，就他去先发。你们一定想说，为什么不上 Vincent？ 来看一下2K 给 Vincent 什么东西哦？2K 是给 Vincent 外线对啊 C 加，在现实中，我们湖人迷都会觉得说，哇 ，Vincent 小钢炮，哇，顶级防守、顶级补防之类的，这 2K 里面 C 加 D 减怎么用啊？又矮，对，然后又矮，就是好吃。我觉得 Reeves 说比他难吃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3号就是摸神仙，它很好用在湖人队就是替补，就是很多人可以用，但都不强。其实就是看你想用谁，你放可内也行，你放 Vincent 也行，因为都没差，就看你习惯哪一个人投篮包，因为他就都没有防守。我们会选择放 Morris 是因为在没有防守前提下，你就要有身材，就206至少还行，至少你可以骗自己说有防守了，好吧，随便。然后再来就4号位 Kleber 嘛，这个就是湖人队说什么下一季要相信他，相信他的外线投射嘛，他其实还行啊，在数值上面你会看起来 B 加 A 减，但我们实际用过他就是没有防守，因为他没有速度等于没有防守啊。唯一的外防 B 加 A 减，他还骗我。然后速度也有够慢，体力掉有够快。替补，我唯一可以依靠的顶级防守 Vanderbilt 彪哥，唯一真的是唯一有防守的人。对，但他的投篮包比龟龟还要烂。你去看他现实投篮，他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在现实中投篮彪哥应该是他就是这样，他是这样投篮。但我们看一下2K 给他什么投篮包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到底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？烂死了，会崩溃，根本不用玩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能上先发。在上一代的时候，他投篮包至少好一点，他至少可以进。虽然看他 C 没有，我们已经用节奏投篮哦，他10球进0.1球吧。可是我们唯一能依靠他，就是他唯一有把那个字典上面写上防守2字，他真的有防守，他防守真的很顶，203而已，但他防守超顶的。在湖人队里面，唯一能信任就只有彪哥的防守，就是 JJ Redick 被迫要把他放上来。下一季啦，加上 Ayton， 加上 Marcus Smart， 还有加上 Larivia， 希望能够变强一点，至少有中锋了，祈祷了。胡米啊，对，胡米自己加油一点。像我现在我喜欢的那次退休，就不干我事。好，那这集就是我们的低位教学，还有湖人队的分析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对2K 有任何疑问呢，欢迎在下面提问，我们会把这些提问的问题呢，可能拍成下一集的素材当中。好，那这集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